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趣味不正经。今天我们聊一聊一次不是事故的事故 ，K1373次列车砸窗事件。有人说这是一次铁路运输故障，也有人说这是一起公共管理事故，但我们说这是一次社会规则与人性底线的正面冲突。砸窗的人是被封死的，是制度，是责任，是应急管理的缺位。啊。不是死人了。没有，他们就是挨到地下抬了个电了。你现在要么就把这个窗户，我开门窗户要拆一块的，要敲两个吧，对不对？回去敲两个，一人一锤，敲两个，我操！2元钱。我们可以说好，我们翻的话，我们翻你这个车上起码要放个多少人？有没有水啊？有。我洗个脸睡觉了。我们现在你这个水，你这个生活都叫一点不明确，关键你这个里面它氧气，知道吧？你说10分钟来电了，现在已经啥时候了？现在已经2点多了，来电了。那你叫人家一家伙，人家电话打的不是他妈的一批电话，他妈的现在他妈的都是全中心太阳在那边，没有你在那里。你们家人在车上，怎么不急？我们这个心情不一样的嘛。我看你这天上他们排起东西，对不对？他这车是其实有人在找，有人不找，刚有人说在找，就他们哪里找过？一直等，现在我们一直等，那家中暑了怎么办？要死掉了！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那我们小孩放在门口，那开点风气，你就守在门口，那让小孩走。7月2日20时，一列京温地方铁路公司的货运列车在沪昆线东校站停车不及，结果和正在运行中的 K1373次客车来了一次侧面的亲密接触，硬生生地把客车的机车撞出了轨道。听起来是不是像两个喝醉的醉汉在站台打架，一个力气大，一个没站稳，结果就歪了？这不是段子，而是真实。但故事呢，并没有就此结束，最精彩的部分还在后面。在义乌和金华之间 ，K1373次列车突然停下，整整停了3个小时，期间不通风、不降温、不通报，空调停了，广播没了，信息断了，人群闷着，像进了一个大号的桑拿房。结果呀，一位黑衣小伙扛不住了，抛出了安全锤，哐当哐当，敲碎了列车的窗户。这时候啊，空气进来了，光亮也进来了，同时也迎来了警察叔叔。都受不了了！我们要你说缺乏，不要拍好吧，各位不要拍好吧。什么不要拍？不是我拍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开个门，我们说我们有人下去嘛，你可以讲一下我们对吧？我们说在车里又不下去，对吧？你不要了，要不我们就砸玻璃了。他们要砸玻璃了。受不了了，不是？关了，下个你发到你关了，你赶紧讲。我讲了的，他过来了嘞。他要过来了，你头都已经开始晕了，真开始晕了。人受不了啊，人都受不了了。这么多人哦，你门开一下，我们不下去不就好了吗？哎，对，知道了，这个小的这个他上面同意我开门了，这不是那个了，是不啦？下不要下去。切，莫搞，真的这个莫搞。这个，我打，这个，拿去，好，快点，他在打玻璃了，好，受不了了，打不了了，英雄，哎，小伙子，哎，站住！没人看完了！啊！老师说刀通。
我们配合你们，你们也要能保证你们呼吸。完了，大家都要完了。我们这边先去那个行李车那边也是比较凉快，这刚是有空调的余温。你把那个车厢给那个，这里反正已经够一个了，这里再搞掉一个，空气一对流，大家就会好吵。真的完蛋，我知道真的完蛋。你自己看一下，做事情实话是赶紧想办法。他呢，在金华站被民警带走，而其他几百名蒙了几个小时的乘客，终于得以自然降温。你以为这事就这样？媒体的魔法还没有开始。事件曝光后，各大媒体迅速跟进，南方都市报就活泼多了，直接反手一个，乘客不该被带走，应该嘉奖。他们说这叫做应急示范，就像地铁起火时你砸了一个灭火器的柜子，不是破坏，是救人。这个观点呢，顿时引来网友的热赞。这是我见过最有良心的评论，不光讲人话，还讲命。一句话总结，不是在评道德，是在评人能不能喘口气。浙江日报就更接地气了，标题直接写：到底破不破窗，该谁说了算？这已经不是评论了，而是把刀子丢给了铁路部门。你觉得不热，不等于别人没中暑。你说有预案，不等于预案顶得住35度的高温。他不是在分析砸窗，他是在审问你凭什么说不用砸。一句话总结，这不是表达立场，这是质疑裁判。澎湃新闻走得更细腻，直接贴现场画面，说有人头晕，有人汗流浃背，有乘务员衣服都湿透了。你说这还不算危险？他的金句是：要不要砸窗？不妨多听听当时乘客的声音。这不是情绪，这是理性的诉求。是说，在制度没办法第一时间保护我的时候，制度就不能挡着我自己救命。一句话总结，制度不是圣经，是工具，不能失灵了还不让别人动手修。同时呢，新华社失踪了，官方声音几乎没有。主流媒体如央视、新京报等集体哑火，避重就轻，只报了货运列车停车不及、客车脱线，对乘客受困、砸窗、自救等核心问题轻描淡写。有趣的是，这时候中国网来了，这篇文章堪称经典，标题是“乘客砸窗被带走，铁路事故不应成为情绪出口”。他说得很严肃，说你这不是自救，你这是情绪脱轨，是在踩踏公共安全的底线，讲的那叫一个高屋建瓴，仿佛下一秒你就要砸烂高铁，推倒长城，篡改法治进程。言下之意是什么呢？你可以生气，但不能砸窗；你可以中暑，但不能扰乱秩序。中国网这篇稿子摆出一副讲法治、守规则的高姿态，说乘客不能随意破坏列车设施，否则就是违法，要承担法律责任。听起来没毛病，对吧？但你仔细一看，他全篇避而不谈铁路方的责任在哪里，更不提长时间滞留乘客不安置、信息不通报是否违法。他们只关心一件事情：那个砸窗的小伙子怎么处理？你生病，他们查你咳嗽声吵人；你受困，他们问你窗户谁砸的；你维权，他们说你扰乱社会秩序。这不叫法治，这叫维稳优先。从法律层面上讲，列车窗户属于公共财产，乘客无权擅自破坏。但问题来了，如果人命受威胁，环境极端恶劣，这是不是紧急避险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，在紧急情况下，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的人身安全而损坏他人财物的，不负刑事责任。所以问题的关键是那个蒙了3个小时、信息断绝、车门紧闭的 K1373 车厢，算不算紧急状态？如果算，那么砸窗者理应免职，甚至应当表扬他果断应急。如果不算，那请铁路部门告诉我们，什么才叫紧急？人要热晕、缺氧、窒息才算？退一步说，即便乘客该赔，也该铁路方先承认失职，再谈责任分担。
现在可好，铁路部门一句暂无赔偿方案，就把责任往后一丢，继续神隐。有乘客爆料，当时不少人拍了视频，但乘警第一时间没去安抚大家，而是追着要删视频，这又是谁的应急机制？我们今天聊这个事，绝不是为了争砸窗有没有理，而是要问，为什么一个人在极端环境下自救反而成了犯罪？为什么列车在突发事故中缺乏最基本的应急处理，而公众却不能质疑？为什么那么多人困在同一辆车上，只有一个人站出来砸窗，其他人只能忍耐、沉默、旁观？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。中国人不是不怕死，而是怕惹事。怕惹事是几十年别出头、听安排教育的结果。那个小伙子砸了窗，是因为他真受不了了，但他却成了唯一的出头鸟。车厢里那么多人，也有人拍视频抱怨，但没有人跟着砸窗，没有人站出来说他不是罪犯，他是救了我们。他被带走时，车厢静默，事后网友围观，没人怜悯请愿。这不是懦弱，是一种被驯化后的冷漠。我感谢你出手，但我不能站队，不然我也得进去。而掌权者正是喜欢这种氛围，表面是规则优先，实则是防民之口。你今天敢砸窗，明天是不是敢站上去质疑调度？敢问空调为什么失效？敢要求应急标准改革？这就是他们怕的，怕的不是窗户碎了，而是顺民开始怀疑规则是谁定的。所以这件事件的关键不是事故，而是人们面对事故的反应。当一个社会把服从放在公民的权利之前，就注定会有人在高温车厢里被活活教育，直到下一次意外再次来临。K1373砸窗事件只是一声脆响，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危机，不是那个砸窗的小伙子，而是车厢里其他所有沉默的人。感谢收看本期趣味不正经，我是不正经，我们下期见。